心跳啊！说你呢！罗迪，罗迪，来！哎，别喊了，这不是他车在这儿呢吗？这边找找。罗迪，你把他杀了！不是我杀的！你，快报警！叫急救车！你给我站住！回来！你给我回来！哎，陈良安，快打电话！陈良安，陈良安！你给我站住！站住！站住！在哪边？走。领导，您还加班呢？哦，手里有点文件，啊，你先回去吧。哎，好，这个文件我给您放上啊。市局刑警队，出事地点在哪儿？败者情况怎么样？已经送到市中心医院了。马上通知老罗。现在太晚了吧？不如直接让他回队里开会吧。这么多人，都是目击证人？都是。头，这是犯罪嫌疑人遗留的现场的凶器。当时他拿这个凶器行凶的时候，那些目击证人都看见了。来，问怎么样？哦，对，你过来一下。什么事儿磨磨唧唧的？说。受害人是四面洲大学大四的学生，叫陈良安。怎么了？四面洲大学。婆婆妈妈的，说。目击证人中，大部分都是四面洲大学的学生。他们说，凶手可能是罗迪。哎，小弟不是说晚上不回来吃晚饭了吗？怎么还等不菜？他这人哪有准呢？说是晚上去踢球了，万一晚上回来饿了呢？你看，我说他回来了吧？哎，我大哥，你好，金大哥，楼中在家吗？呀，哎，你怎么来了，领导？老哥，啊，伯母，大刚来了，伯母好啊。进屋坐吧。不了，你弟弟在吗？他下午就去学校踢球，到现在没回来，什么事儿啊？东湖人民路发生一起命案，可能跟罗迪有关系，我们想找他了解一下情况。伯母，你甭在意啊。姐，大刚，你是说我们家小迪杀人了？这怎么可能呢？你们不用着急，我刚从现场回来，是在酒吧发生的命案。据目击证人证明，是罗迪跟他们同学们发生斗殴，拿着钢管在胡同里把人打伤后跑了，现在不知下落。伤者怎么样？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我们谁都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儿，不过找到你弟弟至关重要。天哪，这孩子怎么惹这么大的祸呀？这点个清楚。喂。啊，亲爱的，我今天出不去了，我家里出了点事儿。啊，
哥和我哥的同事都在。啊，那么晚了，你早点休息吧，我明天再打给你啊，拜拜。我男朋友。罗正，你是多年的老刑警了，有些话我就不多说了，你明白。放心吧，警队的纪律我知道，我也懂我应该做什么。有了罗迪的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你们。好，走。咱妈睡了？哦，我刚给他吃了克安定，现在应该睡了。出去啊？去见个朋友。我问你，刚才那个电话是不是小迪打的？你刚才为什么不说？你是在害他，知不知道？大哥，你是看着小弟长大的，他从小弄死一只耗子都吓得哆嗦，你说他杀人，你能信吗？这不是我信不信，是他做没做。所以我就要去问问他，问他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在哪儿？在哪儿呢？我现在是去挽救他，你知不知道？告诉我。好吧，我告诉你。罗迪，罗迪，大哥，我在这儿呢。大哥，我没杀人，你要相信我，人真不是我杀的。罗迪，你冷静一下。大哥，我没杀人，我到那的时候，人已经死了。咱俩单挑啊？说你呢？我问你，既然你没杀人，你为什么要跑？好多人都看见我了。罗迪，你把他杀了！不是我杀的！你，快报警！不行，大哥，我得走了。你带钱了吗？都给我吧，我跑路用。你带钱了吗？都给我，罗迪给我钱！罗迪给我钱，给我钱！跑，往哪儿跑？我真没杀人。我相信你，但是我告诉你，不管你杀没杀人，都不要躲躲藏藏的，更不要想着跑。你要相信公安机关能把事实调查清楚。你现在就跟我回公安局，把事实的经过、看到的、听到的，原原本本的告诉警察。走。大哥，我怕。只要你说的是事实，你就不用怕。大哥，他们不会枪毙了我吧？你说呀，你说呀，你说，你说，你说。罗迪，大哥告诉你，受害人现在正在医院抢救。你想想，如果他醒过来，是不是也能把事实说清楚？大哥不会看着亲弟弟被人诬陷的。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大哥，好吗？大哥，真没事吗？哎呀，相信大哥，大哥亲手把你带到这儿来，就一定亲手把你带出去。
少你坚强，啊，记住了，实话实说。我在这儿等你。大哥，等我。小弟在里吗？刚进去。情况不妙，医院传来消息，陈连安没抢救过来，死了。案件升级了，看来小迪是唯一的犯罪嫌疑人，得正式拘捕他。你们是陈连安的家属吗？孩子在哪儿啊？在里边。我想看看。哎，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陈连安受害已经涉及到刑事犯罪，我们需要对他的遗体进行医学解剖。你们谁在这签一下字？开膛破肚。啊，不是开膛破肚，是医学解剖。我们这么做是法律程序，唯一的目的就是想用医学手段来确定死者死因。我们也想给死者一个公道，所以啊，还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我陪你进去。不用。老弟，你别害怕。哦对，哦对，哦对，你老弟，你涉嫌谋杀，我们正式拘捕你。我没打陈连安，不信你们问他去啊！他已经死了。你小子，你让我怎么跟你爸爸交代？老二，大哥对不起你，你照顾好莲花。老二，我已经喊人去了，你已经给我听住了，听着了啊！我不行了，大哥，今天喝凉了，这头给你了，你别他妈胡说，哥一定他妈是活着救出去的。亮儿还小，我懂事。你，老二，我答应你，以后好好等待他们娘俩。从今天开始，亮安就是我亲儿子。老二，老二。你放心吧，我一定要找到凶手。血债血偿。死者是陈良安。根据解剖的结果来看，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11个小时之前，也就是在昨天晚上的21点到22点之间。酒吧老板报案的时间是8点45。死者是被钝器击打头部，造成颅脑损伤，
因为呢颅内大量出血而导致死亡。凶手够狠的，用凶器连续击打死者头部，下手也很重，颅骨的损伤面积将近7厘米。在案发现场的墙上，还有死者衣服上留下许多喷溅的血迹。经过血型对比，这根钢管上的血液确认是属于死者，可以认定这根钢管就是凶器。这种东西啊，随处可见，随手可拿。另外呢，钢管上的指纹情况比较复杂，需要进一步调查和指纹套取。不过有件事儿十分蹊跷。什么蹊跷？经过我们对死者衣物的鉴定，发现他的手机、手表、项链都在，就是不见死者的钱包，而且死者身上的口袋里没有1分钱。没钱？没钱怎么还去酒吧了呢？是不是让凶手拿走了？可是我们搜罗迪身上的时候没有发现钱呀。哪那么多废话？该查什么查什么。罗迪和陈连安平时在学校关系怎么样？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是怎么样？不怎么样就是……你们2个谁也别帮忙，我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个小子。大王、小宝，你们也别动，我让他知道厉害。来吧，你们2个别动！你偷袭我！小子，下次我再看见你，我还打你。警察大哥，罗迪平时特老实，他不会杀人的。你们说案发当天球赛结束之后，他们2个打过架？是打过，可是那是陈良安没事找事儿啊。当时是谁先动的手？罗迪先动的手啊！让你小子胡说！那小子就是看人家陈良安家里条件好，就老找茬。本来在学校的事儿，学校里解决就完了，还非闹到外面去，丢人现眼。不光丢人现眼，还杀人越货。你哪那么多废话？问你什么你说什么。案发当天，罗迪是不是去过你们寝室？去了，我正看书呢，进屋就打我，问我陈良安在哪儿。你说了吗？我不告诉他，我就死陈良安前面了。哎，谁？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为虎作伥，我这得做他走狗啊！别来！不是，你爱找陈连安，你打我干嘛？因为我不敢啊！你告诉我他在哪儿？别来！他是晚上请我去酒吧。哪个酒吧？就人民路。找我算完账，再来收拾你。罗迪是几点去的酒吧找陈良安打架？好像是8点半吧，酒吧刚开没多一会儿。真是阴魂不散啊！你在干什么？找你来了。我发现你真是挨打没有够，打架你也不是锅。你不服单挑啊？我还真就不服了。来打我呀！打我！打我！打不打？不打回家睡觉。我和陈总有一面之缘，所以让陈连安先走了。
没想到那小子追出去还下了那么重的手。你看见他下手了？这，如实回答我们问题就是了。你是不是亲眼看见了罗迪拿着钢管攻击了陈良安？不是我看见了，是都看见了。罗迪，你把他杀了，不是我杀的。小孩岁数不大，下手太狠了，怎么能要人家命呢？你不要随便来猜测啊！这件事情我们还在调查。然后呢？然后他就跑了。你问问他，事发当晚，陈良安身上带没带钱包？案发当天，陈良安身上有没有带钱包？1打100杯，1个果盘。带了，肯定带了。那钱包还挺显眼的，是个新款的路易威登。当时我还提醒他，别让他给弄丢了呢。你想清楚了，他真的带了吗？没错，肯定带了。你看清楚，陈良安那天带的是哪款钱包？就这个。清月哥，沈芳姐，您真不是我杀的。我没问你这个，我问你几个问题啊。见过这个没有？这不是陈良安的钱包吗？这个钱包现在在哪儿呢？我不知道啊。你拿没拿这个钱包？没有啊。案发当天，陈良安一直拿这个钱包，你没见过这个钱包吗？没有啊。好，那天天都黑了，他还吓我一跳，我哪顾得上什么钱包啊？陈良安身上所有的衣物都找到了，只有这个钱包不见了，不是你拿的，他能不翼而飞吗？清月哥，我真没拿钱包，人也不是我杀的，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我大哥是你们同事，你们要相信我，我真没拿钱包。安排目击证人指认吧。查怎么样了？案子还在查，你别胡思乱想的，说句警察不该说的话。你弟弟胆儿比你差远了，要说他杀人，我都不信。就是啊，但是法律需要证据，现在这不调查取证呢吗？万一能找到对你弟弟有利的证据呢？已经到万一这一步了。几十人看见你弟弟跟死者在酒吧打架，10几个人看着你弟弟拿着铁棍子站在死者跟前儿，不可能是小迪干的。按照规矩，这个案子你得回避，给自己放长假，在家里好好陪陪老娘，啊。我知道了，拜托了。大哥，咱们这么闹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咱们这不是闹，咱们是找他讲理去了。喂，我家里出了点事儿，今天不能去上班了，要不我给你请个假。我家也出事了，回头给你打。大哥，我觉得还是冷静一点，跟警察不能这么明着干。我说你怕什么呀？咱们现在是受害者家属，找他问问怎么了？
怎么来了？妈一早就说要来找你，说要把小迪的身份清楚。小征，妈在家里待不住，小迪到底怎么样了？小迪现在没事儿，包队就找证据。这个给你哥，给你们同事带点烟。那不能要。小征，妈没老糊涂，不会让你去犯错误。可小迪在里面，妈怕他受罪，把这烟拿去给同事们分一分，让他们帮忙，能在生活上照顾小迪。你真的不能要，你不要也没关系。我去见见大刚子，我跟他们说一声，咱家小迪是个好孩子，我这心里能好受点儿。走吧。凶手都已经抓到了，为什么还不宣判？我们刑警队的职责只是调查取证，至于你说的，那要等法院的判决结果。人证物证不是都有了吗？还有什么可取证的呀？人证物证只是一方面，还有很多细节需要落实。我问问你们，陈连安生前有没有跟别人发生过冲突和矛盾？我就没听说过我弟弟跟别人还有什么矛盾。凶手已经抓到了，你们就得赶紧宣判，给我弟弟一个交代。等什么呀？我们的警察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不管他是做哪一行的，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不管哪个家属受害，我们都会努力的、尽快的破案，给死者一个交代。好。希望您说的不是官话。过奖了，我也不是什么官，我这个人什么话都会说，就是不会说官话。如果二位今天不愿意配合我们的询问，那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如果日后还有什么需要，还会请二位过来的。我听说凶手是你们警察的亲属。不管凶手是谁，我们一视同仁。好。你们来干什么？找你们领导说说理呀。伯母怎么来了？小秦，我不放心，他们那个同学怎么样了？我们家小迪从小就老实，他不可能是凶手。伯母，进去再说吧。还有什么可说的呀？你儿子杀了我弟弟，你儿子就是凶手。妈，在法院没有判决之前，没有人能认定我弟弟是凶手。罗警官，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初跟我说的话呀？你要是好人，就不用怕警察。你弟弟现在犯了法，你害不害怕警察呀？你干嘛？放开！干嘛？罗警官，松开！松开！警察打人了！快来！大罗，我和你不一样，我永远都不会怕警察。罗警官，注意你的形象。啊，走，进去。医生说了，你不能生气，哎，更不能喝酒了。老二啊，他地下有知，不会埋怨你的，不是你没有把孩子看好。再说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梁安的孩子呀，3天2头的就找你要这个呀，要那个的。你呀，你就是太宠着他了，给他惯坏了。再宠再惯，那也是我孩子。
那凶手不是抓住了吗？咱们可以跟他报仇啊。那个罗磊怎么样了？爸，那个罗磊和他弟弟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啊？开除！你什么意思啊？要给他求情啊？没有。你跟这丫头是不是有事儿啊？那我能跟他有什么事儿啊？瞧您说的，真是。没事儿最好，这种女人不能沾。有多少男人都是败在女人身上，弄不好万海上这事儿跟他都有份儿。爸，那罗磊就是我一个秘书，你说他能有什么事儿啊？真邪性，这个罗家跟咱们陈家真是犯忌呀。是不是你第一个女人啊？我只知道我是你第一个男人。真坏！你到底有没有当我是你女朋友？没有，因为我当你是我老婆。不在姓陈的公司干更好，啊！我这不相信了，咱还找不着工作。行了，哥，我知道了。妈，你这怎么了？哎呀！没事。我不知道现在小迪过得好不好，我想去看看他。妈，还没到最坏的那一步呢，你别担心啊。我们能不能去看守所看看他呀？小迪的案子现在还没定性，我们不能去。那你说，咱们怎么才能见到他？欧队要是找不到对小迪有利的证据，过几天，小迪就会被批捕送检，然后开庭，那个时候能看见他。什么？得开庭？那小迪……妈，你别着急，开庭不是宣判，即使开庭了，我们刑警队和检察院还要对这个案子进一步进行取证调查。也就是说，小迪还是有机会的。那咱们是不是得给小迪找个好律师啊？妈，您放心，真要到了那一步，我不会委屈小迪的，我一定帮他请一个最好的律师。嗯。小钟，你有律师朋友？有。尽管现在所有的证据对我的当事人都非常不利，可是作为杨曼丽的辩护律师，我必须对本案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和核实。我觉得自己像在做梦。这是我的第一个案子。小河马已经成长为大河马了。谢谢大狗熊。那你赶紧联系人家呀！不行，咱们就送点东西。妈，你别着急，我知道了啊。小迪是冤枉的，你要是等到开庭的时候再想办法，我怕来不及了。你怎么来了？出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啊？我是怕给你添麻烦。
你是不相信我的水平吧？不是，当然不是。主要是罗迪的这个案子。安律师，蕾蕾，妈，这是我朋友安然。伯母好。你是律师，是很厉害的律师。伯母，我是罗征的朋友，我听说了小迪的事儿，我来看看有什么我可以帮助的吗？安律师，我们家小迪真的是冤枉的，我求您一定要救救他。伯母，您千万别这样。我是罗征的朋友，他有什么困难，我应该帮助的。您要这样，我以后还怎么登您的门啊？我们全家都指望你救他。伯母，有什么我这个律师可以做的，我一定会尽力的。安然，这个案子我不能参与调查，拜托你了。我是你的朋友，只要你信任我，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们校方平常很重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一直在给学生们做心理辅导，而且校风校纪管理也很严格。谁也没想到会发生杀人这种事情，我们书记和校长都很重视啊，责成我全力配合你们。但是警察同志，有句话我憋在心里，得跟你们念叨念叨。你们这个案子是不是就是他们两个学生之间私人之间的事情，跟我们校方没什么关系吧？你呀，别害怕，我们来不是来追究学校责任的，我们是想进一步了解一下罗迪和陈良两个人在学校的情况。现在这个案子还处于一个取证阶段，很多证据还不充足，我们想了解的越多越好。这两个孩子都快毕业了，也不让人省心呐。就在上个月，陈良安因为和罗迪打架，被学校做了记过处分，系里还给他扣了学分，以示警告。罗迪呢是被动参与者，学校只对他进行了一下口头警告，希望他能引以为戒，下不为例。这两份就是校方的处理意见。除了他们俩打架之外，你们学生处有没有了解到关于他们两个其他的事情啊？就是听说的也都说说。我闺女是陈连安他们国际金融3班的班长，她好像听他们同学说，罗迪曾经偷过陈连安的什么东西，还闹到了派出所。因为学校没有什么证据，也就没法对罗迪进行批评教育。是哪个派出所？我们学院路这片大学多，学生也多，开各种买卖挣学生钱的人更多，所以人员成分比较复杂。像这种小偷小摸的案子呀，照比别的管片要稍微多点。我怕激活了，班头好好查查。谢谢哥们儿。哎，没事。嘿，还真有这回事儿。你们看，你能详细说说当天的事儿吗？3个月前，那天下午我值班，我接到一个报案电话，是一个学生报案说他的 MP4被人偷了。警察，就是他们！哎，别走啊！做贼心虚了，把我的 MP4还给我。谁心虚了？你别胡说啊！警察同志，这得抗拒从严吧？我刚才是捡了个这个，这就是偷我的，这真是我刚才捡的。放屁！是你问我同学，刚才捡的，这放屁！就是偷我的。都别说了，偷的也好，捡的也好，跟我回派出所说去。走。因为有证人证明，陈良安的 MP4确实是被罗迪捡到的。我们估计啊，就是2个小孩子闹矛盾，互相找麻烦，所以我们就没立案，
只是做了一些简单的笔录而已，对罗迪进行了批评教育。经过协调，由双方的家长带回家了。倒是你们刑警队的同事啊，跟陈良安的哥哥闹了点矛盾，可能是同学之间一场小误会。不是误会吧？在学校就敢偷东西，以后进到社会里面，指不定犯什么罪呢。哎，你刚不说没事了吗？大哥，把嘴闭上，坐下。陈先生，我弟弟什么样，我心里清楚。可是我们不清楚，我只知道，东西是民警同志在你弟弟身上翻出来的。哥们儿，那你说了半天，那个 MP4到底是不是在罗迪身上发现的呢？这小子怎么能有这个臭底？从学院路派出所出来之后，我和沈芳又走访了四民州大学，走访了几个罗迪的老师和他系里的同学。他们告诉我们说，自从陈良安的 MP4丢过一次之后，就经常拿这个事儿向罗迪进行挑衅。罗迪这孩子呢，一点火就着，俩人因为这事儿发生过好几次冲突。命运总是擦肩而过呀。兜里没钱啊？没钱，没钱可以再偷啊。不过呢，要再想偷，就没有这么容易了。看见没有？这个你要是还能偷走，我服你。来吧，我随时等着你。姓陈的，这儿是食堂，我不愿意惹事儿，我不是怕你，你别老没完没了的。我要是偏没完没了，怎么了？你要有胆子，咱俩就单挑。由此可见，罗迪跟陈良安的正常关系已经超出了同学之间正常关系的友谊和矛盾，所以我们分析，罗迪具有重大的作案动机。这孩子做事一点也不用脑子，唉，根本不像他哥。那个陈良安，路易威登找到没有？没有，我们在案发现场和酒吧里反复找了好几遍，都没找到。罗迪在供述里也强调了自己在案发当天确实是见过那个路易威登，但是他拒不承认自己偷了陈良安的钱包，现在也不知道钱包的下落。目击证人知道钱包下落吗？接着找，这条线索不能丢。好，凶器那边怎么样？这是痕迹鉴定科刚送过来的报告，钢管上的血迹和受害人的完全一致。上面的指纹分析呢，也有了初步的结果，一共有27枚指纹，大多都已经残缺不全了。这个呢，痕迹检验科的同志还在做进一步的分析，但是其中有3枚指纹清晰可见，而且他们都属于同一个人——罗迪。犯罪嫌疑人罗迪，因你涉嫌犯有故意杀人罪，经由思明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由思明州市公安局刑警队对你进行依法逮捕。
不用说，谁也不怪，要怪就怪我。上次游戏机的事儿以后，我就应该告诉小迪，让他离陈良安远一点，就不会有今天的事儿。哎，话也不能这么说。小迪也是我看着他长大的。做刑警的有些事儿不必说，但我毕竟还是他大哥呀，我有我的看法。现在的证据对小迪太不利了。凡事我相信这么一句话：遇到什么都不要太悲观。啊，我现在有条线索还不撒手，或许对小迪有帮助。什么线索？陈良安身上的财物一样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钱包。你是说有人见财起意，因为突然的劫财动机杀死了陈良安？极有这可能。哎，只要法院不最终判决，这个案子就不算完，小迪就有希望。哎，要不要我给找个好律师？不用，我找了。好，他不错，挺好的。老二，刚才看见了，哥对不起你，没照顾好良安。泰哥，底下的人查清楚了，那个姓罗的找个律师，姓安，是个女的，没什么名气。不过，最大的骗保大案是她接的，最后无罪释放。找个人跟他聊聊，别让他狡猾，应该让他懂得怎么办案。明白。大姐，因为打架，我们系都放出风了，说要跟我们几个记大过，弄不好还得开除几个。您说我都快毕业了，要是真是开除了，我求求你了，饶了我们俩。把你们知道的情况都告诉我，我保证不再来找你们。我知道的，我都跟你说了。说到底，我还是受害人。你？他完全疯了，我没法不说呀。哎，谁？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背后作伥，你这得做他狗啊！案发当天，他们两个人为什么打架？就是踢球嘛，罗迪赢了，然后陈良安输了，这罗迪就动手给陈良安打了。瞎编的吧？没听说过，赢了球还得理不让人。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其实陈良安也是，说输了就输了，还非得把人罗迪弄急了。罗迪，你小子够有劲儿的啊！怎么着？不服啊？不服接着踢啊！呀，今天状态不太好，等改天有时间，我一定和你好好踢。对了，这个是新款的 LV 钱包，没有链子，比上次的 MP4好偷。走，兄弟们，吃披萨去。哎，对了，这个钱包我带着正合适，你带准露馅儿。真的让你。让你小子胡说！哎，那天从酒吧出来，你们都看到什么了？
看见罗迪拿着钢管站在陈良旁边，罗迪一看见我们来就跑了。我们一看陈良身上都是血，就没顾着追罗迪。是，当时流了好多血，老惨了。当时你不是没去吗？你怎么看见血的？我听说的，反正是说挺惨。当时你们2个人亲眼看见罗迪拿着钢管打陈良安的头？安姐，我是不是冤枉他？我真是被冤枉的。小迪，你先别这么激动，你这么激动，怎么把情况跟我说清楚？你不说清楚，我怎么帮你啊？你老老实实把那天的情况告诉我，别紧张，慢慢说。那天我从酒吧追出来以后，陈良安，陈良安！咱俩单挑啊！说你呢！这么说，你看到陈良安的时候，他已经被别人打伤了。那我问你，为什么别人看到你手里拿着钢管？当时我一害怕就摔倒了。哎，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就顺手摸了一下。当时围观的人除了你跟陈良安，还有别人吗？没有。你再好好想一想。我真不知道，安姐，我不会被判刑吧？你别自己吓唬自己，情况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只要你没有做过，你就不用怕。你信任我吗？我信你。安律师，阿姨，你见到小迪了吗？他怎么样？他是不是瘦了？阿姨，您放心吧，他在里面挺好的。安律师，你能不能把小迪救出来？我们全家都指望你了。阿姨，我会尽力的。虽然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对小迪不利，但是通过我们的走访和排查，也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啊。最起码现在没有人亲眼目睹他在现场行凶的过程，这一点对小迪就非常有利啊。安律师啊，你说的这些话我听不太懂，我就问你一句话：小迪是有救还是没救？当然有救了，阿姨，您放心吧，我会尽力的。案子的事儿有我跟罗征呢，您一定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千万别垮了，啊！放心吧，妈啊。先把阿姨送回去吧，我回律师事务所再看一下资料。行，回头我去找你。走吧，妈。谢谢你啊。你是安律师吧？我是。你们是？我们是盛泰地产的，我们董事长想见见你。你们董事长是陈启泰？对呀。他找我什么事儿？你去了就知道了。我要是不去呢？安律师，别误会，我们董事长没别的意思，想跟你聊聊案子的事儿，请你吃个便饭，托付一下。原告委托被告的辩护律师，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如果要是为了眼前这个案子呢，那真是多此一举。我会秉公办事的。如果还有其他的委托，那也大可不必了。转告你们董事长，法律一定会给一个公正的裁决。艾律师，你这么说让我们很为难呀。你们为难不为难跟我没关系。还有，我告诉你们，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到处都是摄像头。你们要是想胡来的话，想想清楚。法国伟大的小说家罗歇点儿马丁点儿杜加尔曾经在他的小说中这样说过：自由是人类得以自豪的唯一珍贵物品。现在罗警官的抛地，身陷囹圄，失去自由，这是多面的令人心痛啊！哎呀，黄大哥，我求求你了，你别在这叨叨了，你叨叨我头都是疼的。麻烦您去帮我买瓶水吧，我谢谢您啊。甘泉之于口渴时，良友见于患难日。回来的够快的呀。找个人跟他聊聊，别让他搅和，应该让他懂得怎么办案。明白。安律师，我是陈世军，初次见面，冒昧。陈良安是我的弟弟，我听说你接了我弟弟的案子，给那个杀人凶手做辩护律师，有这事儿吗？陈先生，我希望您注意一下您的措辞。现在是法庭取证阶段，所以在我们律师的词典里，只有当事人，没有凶手。那么多人看到那个姓罗的杀了梁安，你还替他辩护？安律师，你这是昧着良心呢。陈先生，看来您对法律知识的认知远不如您对您生意那么了解。一个人不管有没有犯罪，在庭审阶段都有权为自己聘请辩护律师，这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跟良心无关。还有您说的目击证人，只是看到我的当事人站在被害人身边，并没有看到整个行凶的过程，所以谁现在是凶手，还有待于进一步。听不懂？你当然听不懂，没关系，到了法庭你自然会明白。安律师，我得劝你一句，在这个城市，谁跟我们陈家作对，不会有好结果。你在恐吓我，还是在威胁我？恐吓？我们都是年轻人，以后路还长着呢。安律师，我劝你不要趟这趟浑水。我要非趟这趟浑水呢？什么清水浑水的呀？罗警官，哎。这个时间来，想必是你跟这个安律师的关系不一般吧？当然不一般，他是我弟弟的辩护律师。倒是陈先生这个时间来，显得更不一般。我来是想了解一下案子的情况。想了解案子，找刑警队或者检察院，找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不合适吧？
老天爷开着眼呢，谁也保不了他。如果我弟弟真杀了人，没有人会保他。可他要是真没杀人，谁也别想害他。该问的都问了吧？黄秘书送客。哎，不用送了。安律师，好好想想我说的话。他们没有为难你吧？他们不敢，就是觉得自己有几个钱就可以掌控一切了。阿姨怎么样了？一听说小弟还有希望，好多了。晚上还喝了碗粥。我这心里也踏实不少。谢谢啊。罗征，如果这个案子我打输了，你会不会怪我呀？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是说你有把握吗？我说那些话是为了安慰阿姨。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对小弟非常不利，从警方和我搜集的证据都充分证明了小弟作案的嫌疑。还有，他跟陈良安的矛盾由来已久，思明州大学的老师和同学都知道他们两个人水火不相容。案发当晚，有几百人看见你弟弟在酒吧里跟陈良安动手。而仅仅10分钟之后，你弟弟就手持着带血的凶器站在陈良安尸体旁边。你想想这些证词，让所有的人听到心里会怎么想？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可是证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亲眼看见小迪拿着钢管把陈良安打死啊，这对小迪不是有利的证据吗？当然，这些我在法庭上都会跟公诉人和法官讲。罗征，你别忘了，罗迪在法庭上曾经做过伪证。你刚才说那天你喝酒了？我喝了。那你在做笔录的时候，有没有把你喝酒这件事情告诉警方？我喝不喝都看得清楚。那就是没说。案发当晚，在警方取证的时候，第一目击证人罗迪隐瞒了一个在自己看来非常小的事情，那就是他喝酒了。证人罗迪，案发当晚你是不是喝了酒？喝了一点儿。到底喝了多少？3瓶罐装啤酒。我酒量还可以，不至于看错。要不我再喝一次，再做次实验，肯定不会错的。这些在当时看来都没什么，可是现在就成为了我为他辩护最大的障碍。你想想，谁会相信一个在法庭上曾经撒过谎的人？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一旦法庭判决故意杀人罪成立，我知道了。死刑。现在正式开庭，传本案的被告人罗迪到庭。小迪，现在由本案的辩控双方分别进行陈述。审判长，陪审员，根据公诉方掌握的材料，被告人罗迪与受害人陈良安之前就非常的不和。
就在受害人陈良安被杀之前，曾经与被告人罗迪有过2次非常激烈的肢体冲突，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被告人罗迪是出于报复心理，将受害人陈良安杀害的。这是学院路派出所的记录，3个月前，被告人罗迪涉嫌盗窃受害人陈良安的游戏机。这什么呀？哎 ，MP4，不会真是那小子的吧？看他刚才那德行，罗迪，别给他，反正咱们是捡的，不是偷的。行，投资不投资先放一边，我先玩2天，玩够再还给他，也让他着急。警察，就是他们！尽管当时双方私下和解，但警方已将此事记录在案。之后，受害人陈良安又向被告人罗迪先后2次炫耀其所拥有的高档钱包。看见没有？这个你要是还能偷走，我服你。思明州刑警大队在勘查本案现场时，详细检查了受害人陈良安的遗物，并没有在其身上发现其钱包。而案发当日，更确切地说，也就是在案发10分钟之前，还有人见过在陈良安的身上曾携带过一个名贵的钱包。1打100威，1个果盘。也就是说，在短短的10分钟之内，受害人陈良安遭受突袭，重伤而亡，而他的钱包却不翼而飞。鉴于被告人罗迪之前曾有过藏匿受害人陈良安物品的行为，故此公诉方提请审判长及陪审员重视这一重要细节与本案的关联。公诉人，你所指的关联是什么？我所指的关联是对于受害人陈良安的死亡，被告人罗迪有着明显而重大的杀人动机。公诉人，请把你的话明确一些。你所分析的被告人的杀人动机是什么？蓄意行信，劫财行凶。我没拿钱包，人不是我杀的。被告人罗迪，请你注意法庭的秩序。证人，案发当晚，被告人罗迪与受害人陈良安是不是在你的酒吧发生了冲突？是。之后，受害人陈良安离开酒吧，被告人罗迪是什么反应？当时他被安子给打晕了，他醒来以后就要找陈良安拼命。你还记得当时被告人罗迪的具体表现吗？他当时，罗迪，陈良安呢？我们刚看见他出去了。没事吧？王八蛋，我弄死他！你说被告人罗迪嘴里说要弄死他，这个他指的是谁？是安子。你是说受害人陈良安吗？是。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下面由辩方律师向证人质询。你们赶到案发现场时，有没有看见我的当事人罗迪手持凶器击打陈良安？我到那儿的时候，就看见罗迪手里拿着一根钢管，站在陈良安的旁边。请你听清楚我的问题，你只需要明确回答我：你到底有没有看见我的当事人罗迪直接拿着钢管向受害人陈良安击打？那倒没有。审判长，陪审员，我手里拿的这根钢管是思明州市刑警大队在案发现场所获取的证物。根据检验报告，在这根钢管上染有受害人陈良安的血迹，沾有陈良安的毛发。而指模专家的报告指出，在这根钢管上还清晰地印有被告人罗迪的指纹。那是我不小心碰着的。
根据众多目击证人的描述，当时被告人罗迪就是拿着这根钢管站在受害人陈良安的身旁。罗迪，你把他杀了！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被告人罗迪就是用这根钢管将受害人陈良安重击致死。欧队长，那么多人看见那小子杀了梁安，我相信法官心里会有数。法官心里肯定有数，法律的天平也不会倾向于哪一边。安律师不是说了吗？目击证人只看到罗迪手拿钢管，并没有看到他行凶，所以说话要注意分寸。分寸？我弟弟含冤九泉，死不瞑目，你让我说话还注意分寸？心情可以理解，可是着急有什么用？法院没有最终判决之前，我们的心态都要有个平衡。平衡？你们找的那个律师啊，就凭他那点道行，根本无力回天。你凭什么这么说？罗磊，我很同情你，但是什么样的律师也救不了你弟。小郑，妈有个事儿想问问你的意思。妈，别听他们胡说八道的。我怎么觉得这个安律师不太用心呢？啊，怎么打官司妈不懂，可人家公诉人说了那么多话，这安律师话那么少，他是不是经验不足？妈怕他救不了小迪。伯母，有句老话，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安律师打官司啊，您是没见着，特厉害。现在不是刚开庭吗？程序刚刚介入，或许啊，也是他一个策略。再有，这个案子还没结呢。您别着急，啊，先上我车，我送您回去。走吧。哎，你还要跟安律师碰一下，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如果要换律师，跟我说一声，我有朋友。罗征，阿姨呢？儿啊，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曾经跟小迪说过，我不会看着他被别人冤枉的。可是现在我什么也做不了，什么忙也帮不上。罗征，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有尽到努力呀？我妈刚才跟我说，让我给小迪换个律师。那我……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是个好律师。杨曼丽跟你非亲非故，可是你为了救她，甘愿冒险做那样的实验。小迪的事儿，你更不会不上心了。只是现在证据真的太不利了。我懂法律，知道律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现在无论换哪个律师，如果找不到对小迪有利的证据，都很难改变局面。可是他才21呀。小迪，别怪大哥。